還記得30多年前那場把全世界打醒的波斯灣戰爭？如果火力軍現在問大家，誰才是當年沙漠裡的戰車殺手？我敢打賭，99%的人絕對會脫口而出 A 式有助。畢竟那門跟小汽車一樣大的加特林機炮實在過於傳奇了。但火力軍今天要告訴你，如果把這個問題拋給當年的伊拉克士兵，他們會告訴你，把裝甲部隊安在沙漠裡的頭號屠夫根本不是 A 式。那款戰機在幾千公尺的高空輕輕鬆鬆點名了超過1500輛敵軍戰車，這個戰績遠超 A 式900架戰車的成績。最離譜的是，這架戰機在剛出生的時候差點被當成工業垃圾掃地出門。今天我們就要聊到這架滿身都是黑歷史卻又強到讓人頭皮發麻的怪物，真正的戰車殺手，全世界第一款量產的可變后掠翼戰機 F111土豚。要了解 F111的故事，我們得先回到上世紀60年代，在那個美蘇爭霸的冷戰巔峰，美國空軍遇到了一個非常頭痛的問題。當時美國空軍手裡的主力像是 F105雷公、F4幽靈這些戰機，雖然早就具備了既能扔核彈又能丟常規炸彈的雙重能力，但這幫老前輩都有一個先天缺陷，在那個雷達和防空飛彈漫天飛的年代，戰機如果飛得高，大老遠就會被蘇聯的防空網鎖定，直接變成活靶子。但如果為了躲雷達，選擇低空貼地飛行，固定翼飛機在低空不但阻力極大，非常耗油，而且速度根本拉不上去，續航也是問題，飛不了多遠就得掉头回家。所以空軍當時許下了一個堪稱變態的願望，他們想要一架完全不需要考慮空戰纏鬥，把所有的技能點全部砸在遠程对地圖房上的純粹怪物。這架飛機必須能裝下超大容量的燃油，不用頻繁空中加油就能跨洲際奔襲，到了敵方陣地上空還能直接把高度壓到極限，以超音速撕裂防空網。無論是掛着戰術核彈去摧毀蘇軍縱深，還是帶着常規炸彈去獵殺裝甲機群，都必須游刃有餘。國防部在結合多方的建議後，給出了一個結論：不可能，這樣的飛機不可能存在。就好像一輛轎車不可能既要超跑般的速度，貨車的載貨能力和油箱，電車的續航。但在那個年代，美國人最擅長的就是創造奇蹟，把不可能變成可能。一款飛機解決不了，2款飛機不滿足需要，那麼会變形不就行了嗎？於是全世界第一款量產的可變后掠翼戰機就此誕生。這個設計有多聰明？當飛機在起飛、降落或者需要亞音速長途巡航的時候，它的機翼可以完全展開到16度，這時候它就像一只展開翅膀的大鳥，升力極大，非常省油。而一旦進入戰區，需要超音速突防保命的時候，機翼會瞬間向後收縮到誇張的72.5度，整架飛機直接變成一枚锋利的飞鏢，大幅降低空氣阻力，輕鬆突破营障。最絕的是，工程師還給他設計了一套獨家配套的旋轉掛架，不管機翼往後收縮多少度，掛在機翼底下的炸彈和飛彈都會跟着同步反向旋轉，永遠保持筆直向前，絕對不會跟着機翼歪到一邊去。這種精妙的機械聯動，哪怕是後來也具備雙功能的 F-15E 或者 F-4也做不到。這套設計思路在當時實在太超前了，以至於後來大名鼎鼎的 F-14龍捲風、蘇24甚至是 B-1轟炸機全都是抄襲 F-111。按理說，帶着這麼一身劃時代的黑科技出生的 F-111應該是一架一出場就自帶光環的明星戰機，但命運偏偏跟他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就在空軍歡天喜地地看着图紙的時候，當時的國防部長、前福特汽車總裁麥克納馬拉插手了。這個滿腦子都是流水線和降本增效的，看着空軍和海軍各自要錢研發新飞機的報告，提出了一個讓所有專業飛行員當場腦溢血的想法：既然空軍造了這麼好的一架飛機，那海軍也別去搞什麼新研发了，直接用同一款戰機在航舰上起降，這樣研发經費不就直接省了一半嗎？這個為了省錢而包辦的婚姻，直接引發了一場災難。要知道，海軍要的是能在航艦周邊慢悠悠巡邏，攔截敵機的防空衛士。結果工程師為了把兩軍種相反的需求全塞進同一個機身裡，這架戰機的體重開始像吹氣球一樣瘋狂飆升。等原型機造出來，這架飛機的空重居然逼近了21噸，甚至比二戰時期的 B-17重型轟炸機還要沉，讓飛行員開着一架轟炸機去在海浪裡晃蕩的短跑道上降落。當時的海軍中將直接在國會聽證會上公開罵街。最後，空軍只能捏着鼻子把這架嚴重超重的四不像領回家。除此之外，为了滿足低空超音速飞行時不撞山的需求，這架飛機必須裝上一台極其龐大的地形追蹤雷達，這導致它的機頭變得又長又扁，極其不成比例，完全沒有戰鬥機那種銳利的流線美感。地勤人員看了半天，給它起了個外號 Aardvark， 也就是土豚，一種生活在非洲、專門在泥地裡拱白蟻吃的動物。
其他戰機像猛禽、老鷹，聽起來殺氣騰騰，而 F-11卻是一頭在泥地裡拱蟲子吃的食蟻獸。這種被全軍嘲笑的恥辱感，讓 F-11在服役初期成了所有人取笑的對象。但沒人想到，就是這麼一頭被所有人看扁，連名字都沒有格調的怪胎，幾年後卻在廣袤的沙漠裡向全世界展示了一種前所未見的屠殺藝術。他是怎麼把神級戰機 A10 給打敗的呢？時間來到1991年，波斯灣戰爭爆發。說到這場戰爭裡的對地攻擊，大家腦海裡第一個浮現的畫面肯定是 A10友豬在白天低空盤旋，用那門30公里機炮把伊拉克戰車掃成筛子的熱血場景。但如果你去問當年在沙漠裡挨炸的伊拉克装甲兵，他們心裡最深層的恐懼絕對不是白天飛過來的 A10，而是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裡那種連影子都看不到的噩夢。我們來看看這兩款戰機在工作環境上的天壤之別。A10飛行員是個苦差事，他們必須在白天出擊，冒着被地面防空炮火打成蜂窩的風險，把高度降到極低，用肉眼去尋找藏在沙丘背後的戰車，這完全是在拿命換戰機。可是 F-11的機組人員呢？他們坐在並排的駕駛艙裡，在幾千公尺高的絕对安全空域巡邏。大家要知道，伊拉克的沙漠在白天被太陽烤得滾燙，到了晚上，沙子的溫度會急速下降。可是那些鋼鐵打造的戰車散熱卻非常慢。這時候 F-11肚子底下掛着的那套前視紅外線系統就變成了死神的眼睛。在武器官的熒幕上，冰冷的沙漠是一片漆黑，而那些伊拉克戰車就像是黑夜裡發光的超級大燈泡，亮得簡直讓人無法忽視。武器官只需慢慢地滑動搖桿，把十字準星對準那個發光的白點，按下鎖定鍵，接着一枚雷射導引炸彈從天而降。伊拉克的戰車兵甚至連頭頂上有飛機都不知道，就在一片突如其來的强光中化為灰燼。而此時高空中的 F-11飛行員可能正在悠閒地喝着保溫杯裡的咖啡，尋找下一個拍點。這種毫不講理的單方面屠殺，讓 F-11在波斯灣戰爭中創下了擊毀超過1500輛戰車的恐怖記錄。這個數字遠遠把天天在鏡頭前出風頭的 A10甩在了後面。看到這裡，你可能會覺得，這不就是靠着先進炸彈欺負人嗎？換別的飛機來也一樣啊。如果你這麼想，那就大錯特錯了。因為要在布滿防空飛彈的戰區安然無恙地飛到投彈位置， F-11有一項獨家技術，直到今天都讓人覺得毛骨悚然。大家可以想象一個極度瘋狂的畫面，如果讓你在半夜12點關掉車頭燈，在沒有路燈的高速公路上120公里狂飆，你敢嗎？估計連油門都不敢碰。但 F-11的飛行員不僅敢，他們還要在沒有一絲亮光的黑夜裡，甚至在雷雨交加的惡劣天氣下，以突破音速的速度，貼着距離地面只有短短60公尺的高速狂飆。60公尺是什麼概念？大概也就是10幾層樓的高度。在这種速度下，只要稍微一眨眼或者手抖個半公分，整架飛機就會一頭撞上前面的小山丘，直接變成一團火球。在那個電腦算力甚至還不如現在手裡智慧型手機的60年代，誰給了他們這麼大的膽子，敢把命懸在半空中？答案就是那個曾經讓 F-11被全軍嘲笑的超大機頭。那個醜陋的機頭裡面裝着一台精密的地形追蹤雷達。這台雷達在飛行時會瘋狂地掃描前方地表裡的所有起伏。最離譜的是，飛行員到了低空是可以直接把手離開操縱桿的。雷達會把掃描到的地形數據直接連線給飛機的自動飛行控制系統。前面有一座山，飛機就會自己猛拉機頭爬升，越過山頂後又會立刻壓低機頭，順着山谷往下俯衝。正是這種連自己都害怕的瘋子飛法，把對手的防空部隊徹底逼瘋了。因為飛得實在太低，又順着山谷的縫隙鑽，地面的雷達熒幕上一片雪花，根本什麼都抓不到。當防空飛彈陣地聽到那震耳欲聾的引擎轟鳴聲時， F-11早就以超音速從他們頭頂上掠過，留下的只有幾十秒後落下的致命炸彈。這種利用地形掩護，直接把敵方雷達網變成瞎子的超低空突防，在當時就是一種完全不講道理的劃時代戰術。F-11硬是用這套連命都不要的打法，把原本屬於海軍的笑話變成了空軍手裡最鋒利的暗器。不過，波斯灣戰爭的打靶只是他屠殺名冊上的一頁。這架戰機真正讓全世界感到顫抖的是多年前一場極度壓抑卻又暴力到極致的千里奔襲。那一次，他扮演的不是什麼戰車殺手，而是一個在夜幕掩護下跨越小半個地球去取人首級的刺客。如果說波斯灣戰爭是 F-11在玩打靶遊戲，那1986年的黃金峽谷行動就是一場真實上演的刺客信條。當年的利比亞狂人戈達費可以說是把美國給惹毛了，他在歐洲到處搞恐攻，逼得當時的美國總統雷根拍桌子，決定要給這個狂人一個永生難忘的教訓。目標非常明確，直接炸掉戈達費在首都的專屬營地。負責主攻的就是駐紮在英國的 F-11機隊，從英國飛到利比亞，打開地圖看一眼，
只要穿過法國和西班牙的領空，直線距離其實並不算太遠。美軍原本以為這是個輕鬆的跨海快遞任務，結果讓人傻眼的事情發生了。法國和西班牙這兩個北約盟友因為不想惹禍上身，不僅拒絕提供任何支援，還死死關上了領空的大門，絕對不准掛滿炸彈的美軍戰機從他們頭頂上飛過去。這等同於把 F-111的直線突擊路線給封死了。放在其他戰機身上，這個任務大概率只能宣告取消，但 F-111的強悍之處就在這個時候顯現出來了。既然盟友不借道，那就繞路。機隊從英國起飛後，被迫往西飛進浩瀚的大西洋，繞過整個伊比利半島，穿過狹窄的直布羅陀海峽，然後再折返進地中海，最後才往南撲向利比亞。這一繞直接把來回的航程拉長到了誇張的1萬多公里。大家要知道 F-111 可不是那種裡面有床有廁所的大型轟炸機，2名飛行員只能死死地綁在狹窄的並排座椅上，連伸個懶腰都做不到。在這長達10幾小時的極限飛行中，他們經歷了連續好幾次的夜間空中加油。為了不暴露行蹤，整個機隊必須保持極度壓抑的無線電靜默。在伸手不見五指的大西洋夜空，10幾架戰機只能靠着微弱的編隊燈，在沉默中死死咬住加油機的管子。這種對精神和體力的雙重壓力不是常人能承受的。當機隊終於逼近利比亞海岸線時，最驚險的戲碼上演了。為了躲避地面的防空雷達， F-111 直接把高度壓到了海平面以上短短幾十公尺，機腹幾乎是擦着地中海的浪尖，在超音速狂飆。機頭那台強悍的地形追蹤雷達這次變成了海浪掃描儀。利比亞的雷達熒幕上一片死寂，完全不知道死神已經摸到了家門口。直到 F-111 突然拉起機頭，出現在大城黎波里的夜空，武器官死死盯着熒幕，把十字准星壓在戈达菲的帳篷上。一連串雷射導引炸彈呼啸而下，精準地把營地炸成了一片火海。雖然戈達菲因為提前受到風聲，僥倖撿回了一條命，但這千里走單騎的雷霆一擊，直接把這個狂人嚇得在之後的10幾年裡再也不敢跟美國大聲講話。這場瘋狂的繞道奇襲讓全世界看清了這架食蟻獸的真面目。他披着戰術攻擊機的外衣，幹的卻是戰略轟炸機才能幹的跨洲際暗殺。只要有加油機配合，他就能在地球的任何一個角落把炸彈扔進敵人的窗戶裡。看到這裡，很多人可能會想，這麼瘋狂的飛機，萬一在超低空狂飆時出事了，或者被飛彈打中了，在幾十公尺的高度，飛行員連拉彈射座椅的時間都没有吧？但是這架飛機根本就沒有後彈射座椅，那萬一發生意外，飛行員怎麼逃生呢？當年的那些設計師，既然敢讓飛行員去幹這種貼着地皮狂飆的活，自然也給他們準備了一套腦洞大開的保命機關。如果一般戰機在60公尺的超低空出事，飛行員拉下彈射把手，降落伞根本来不及完全张開，人就会直接趴在地上。為了讓飛行員沒有後顧之憂，這幫瘋狂的工程師直接把登月太空船的概念搬到了飛機上。一旦遇到致命故障，飛行員只需用力拉下逃生拉環，瞬間幾十根爆破螺栓會同時起爆，像切蛋糕一樣把整個並排的駕駛艙跟後方的機身徹底炸斷分離。緊接着，座艙底部的一台4萬磅推力的火箭引擎會噴出烈焰，把整個駕駛艙像一枚炮彈一樣直接轟向高空。在飛到安全高度後，座艙頂部會彈出巨大的降落傘。這還不算完，為了防止落地時把飛行員震傷，座艙底部還會自動充氣，彈出好幾個巨大的緩衝氣囊。如果是不小心掉進海裡，這個密封的座艙甚至會直接浮在水面上，變成一艘救生艇。2名飛行員只需要安靜等待救援直升機來敲門。這種直接把整個車頭彈出去的逃生方式，充滿了毫不講理的機械美學。不過 F-111 留給世界的科幻遺產還遠遠不止這個能當船用的逃生艙。大家還記得故事開頭那個被美國海軍瘋狂嫌棄，最後慘遭退貨的海軍型 F-111 嗎？當時海軍拍拍屁股走人的時候，其實並沒有空手而歸。雖然海軍實在受不了 F-111 那肥胖的身軀，但他們對這架飛機身上砸下重金研發的那些頂級零件可是眼饞得很，尤其是專為它量身打造的那套超强火力系統。當時為了讓 F-111 能攔下蘇聯的轟炸機，工程師給它塞進了一台功率大得嚇人的 AWG-9 雷達，還配上了大名鼎鼎的 AM-54 鳳凰長城空對空飛彈。這套組合在當時有多誇張？它能同時鎖定追蹤24個目標，並且引導6枚飛彈同時攻擊。這在60年代簡直就是外星科技。海軍高層私底下盤算了一下，既然這件厚重的外套穿不下，那乾脆把裡面的頂級神裝全拔走，重新做件新衣服不就行了？於是格鲁曼公司接下了這批從 F-111 身上拆下的图紙和設備，他們保留了帥氣實用的可变后掠翼技術，移植了強悍的涡輪扇引擎，把那套變態的雷達和鳳凰飛彈原封不動地装了进去。經過重新拼裝和外形大修，一架擁有絕美流線外形、為了空戰而生的重型艦載戰鬥機，在航艦的甲板上迎風起飛了。
沒錯，這架新飛機就是在好萊塢神作《捍衛戰士》裡大出風頭，迷倒了全世界無數軍迷的 F-14熊貓戰機。當你看着阿湯哥駕駛着 F-14在天空中華麗翻滾，擊落敵機的時候，你可能根本想不到，這架被公認為航空史上最帥氣的明星戰機，他的親生父親竟然是那個長得像食蟻獸、被所有人嘲笑的土豚。F-11雖然在海軍競爭中一敗塗地，但他留下的血脈和裝備卻直接孕育出了冷戰時期最強悍的航艦保護神。這不僅是技術的傳承，更是一場醜小鴨生出白天鵝的奇蹟。講到這裡 ，F-11的一生幾乎已經足夠傳奇了。但任何兵器終究都有謝幕的一天。這頭在波斯灣沙漠裡大殺四方的食蟻獸，終於迎來了屬於它的落日餘暉。美國空軍在90年代末期陸續把 F-11送進了飛機墳場，但這並不是它傳奇故事的最終章。在地球的另一邊，澳洲人對這架飛機展現出了一種毫無保留的偏愛。早在70年代，澳洲皇家空軍就引進了 F-111。對於財大氣粗的美國人來說，這只是一架能扔炸彈的戰術攻擊機；但對於孤懸大洋的澳洲來說，這玩意兒航程遠、載彈量大、突防能力強得離譜，這簡直就是為他們量身打造的完美戰機。只要 F-111停在機場上，澳洲空軍的打擊半徑就能直接覆蓋周邊大半個海域。澳洲飞行員對這架飛機愛得非常深沉，他們甚至覺得土豚這個外號太文縐縐了，乾脆根據它那長長的機頭以及總是貼着地皮飛行的特點，給它起了一個更粗獷、更接地氣的昵稱 Pig 豬。當美國原廠早就停產了零件，甚至連維護手冊都快找不到了，澳洲人硬是靠着自己拆東牆補西牆，把這群老兵的壽命一直續到了2010年。在他正式退役的那天，澳洲空軍為他舉行了一場盛大的告別儀式，無數航空迷帶着相機站在基地外圍，紅着眼眶送別這架為他們守衛了30多年的傳奇戰機。F-11最後一次衝上雲霄，兩台引擎全開，飛行員按下那個標誌性的放油按鈕，幾十公尺長的橘紅色烈焰在天空中轟然爆開，用他最招牌的空中特技向這個世界做了最後一次鞠躬。回顧 F-11的一生，簡直就像是一部跌宕起伏的逆襲大片。他帶着一堆連工程師都頭痛的先天缺陷出生，被高层的異想天開給坑慘，被自家人嫌棄，被貼上工業廢品的標籤。但他靠着那股瘋子脾氣，生生在防空飛彈的叢林裡殺出一條通往王座的血路。它不是最漂亮的戰機，也絕不是最靈活的，但它絕對是那個年代最讓人膽寒的暗夜暴徒。好了，關於這架 F-11食蟻獸的故事，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你現在覺得 A10和 F-11誰才是真正的對敵之王呢？歡迎在留言區寫下你的看法，別忘了按讚訂閱。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好的，各位觀眾，今天給大家推薦一款 T 恤，不僅超有態度，還堪稱性價比之王。首先，它超級輕，拿在手上輕飄飄，穿上身更是零負擔，舒服到讓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具透氣，就像會呼吸一樣，就算在外面跑一天，也能保持乾爽，徹底告別黏膩感。最關鍵的是，價格真的讓我驚掉下巴，僅需很少的錢，你就能擁有這份清爽。質量和舒適度絕對遠超這個價位，閉着眼入都不虧，多買幾件換着穿也毫無壓力。鏈接已經給你們上了，這種寶藏 T 恤手慢無，趕緊去搶。